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做 DIY。那么这一期的小视频给大家分享怎么样重新铺设淋浴间的地面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大家现在看到的淋浴间我已经用了超过10年了。当时呢是使用了这种鹅卵石的地面，非常自然的感觉。但是这种地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需要大量的填缝用的灰泥 grouting， 大家看到的白色的部分。那么当时的这种乳胶质的这种灰泥呢，在水的冲刷之下，它的乳胶呢会从这个灰泥里面出来，然后时间长了它会松动掉，有一些石头已经剥落了。那么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原先的这些鹅卵石把它拆除掉。那么我用的是这种冲击钻，然后把它换上 chisel 凿子的这种功能，然后用来完成这一步的工作。一开始呢我做的非常小心，因为我不想产生太大的震动，这样呢有可能会破坏掉 shower pan 下面的防水层。这个淋浴房呢是我10年前我自己做的，所以呢我对它的结构是比较了解的。当时我做的时候，防水层呢是铺在了一个水泥的 bed 的下面。现在我用这种冲击钻呢是不会伤到这个防水层的。shower pan 的防水层非常的关键，如果一旦破损了，那么整个的shower pan就要完全重做了。好，现在呢我就用这个冲击钻把表面的残留的贴瓷砖，当时贴瓷砖用的水泥呢，把它尽量的铲掉。那这一步非常的关键，因为你只有把这些水泥完全铲掉呢，露出了原先的这个水泥的一个 bed， 这样呢你贴瓷砖的时候才容易做得平。大家看到这种黑色的塑料条呢，是我当时用来引导这个斜度的。这次呢我准备选用比较大的瓷砖，这样呢就按照这个塑料条的方向切割成6块，把它铺上去。这个呢就是我在当地的一个专卖瓷砖的批发店买了一块超大的瓷砖，大概有30英寸乘以60英寸。实际上这块大瓷砖已经可以 cover 所有的淋浴房的地面了。现在呢我就剪了纸样，然后按照纸样呢把它分割成了6块。我用的是这种 diamond blades， 就是钻石的这种切割的碟片。一开始我还用一块木棍来引导一下，因为我怕我切的不够平直。后来发现呢也不需要，就是集中精力把它用2个手把这个 grinder 把它握紧，出来的效果还是可以的。现在呢市面上突然很流行这种大块的瓷砖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逛这种瓷砖的批发店了，结果这一次去呢非常惊讶，就很多的瓷砖，都是超大无比的，甚至有4尺乘8尺长的那个大瓷砖，这个跟标准 size 的那种干墙一样大了。好，这里呢是一个下水的气管的位置，它是通向屋顶的，这个呢是不能动的，所以呢我就继续保留。而且呢这个凸出来我给它做成这种岩石的效果
有一种自然的感觉。之前呢，我大概画了一下它的形状，然后呢又用一个圆规调整好尺寸，来给它复一下。好，确定好以后呢，现在就开始切割。先大块的切掉一个三角形，然后呢再按照这个线来把它进行细微处的切割。最后呢，我会用 grinder 把它打磨一下。好，这个是 dry fit， 瓷砖已经完全摆到位了。现在我用这种，它叫做 Sensei mortar， 这是专门贴瓷砖用的 mortar。你不能用一般的 mortar， 一定要用这种专门贴瓷砖用的 mortar 来做这个工作。好，我用这个搅拌器充分的搅拌。这个做的时候呢，搅拌个5分钟，要把它放直一下，放直个1分钟，然后再搅拌个1分钟，这样呢它才混合的比较充分。现在我用喷水器呢，把这个 bed 把它喷一下，让它湿润一下，不要太干，因为如果太干的话，它会吸收掉了这个 mortar 里面的水分。好，我用一个带锯齿形的铲子，这个锯齿的深度呢，跟你贴瓷砖的厚度有关。因为我这个瓷砖比较厚，接近1/2英寸，所以呢，我用的是比较深的那种锯齿。好，现在呢就相对比较简单，把这个 mortar 呢把它糊平，然后一块一块的瓷砖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。我一共只有6块瓷砖，所以这一步呢不是很繁杂。如果你贴小块的瓷砖的话，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有很多工作了，要做的比较细致。那为了那个缝隙的均衡呢，我还是用了一个 spacer， 这样呢看上去可能会更加有整体感。最后拿橡皮锤稍微轻轻敲打一下。好，现在涂最后2块。这是最大的一块瓷砖，它也比较重。好，最后一块。大功告成。大家可以看到我正周围的这块呢切割的还不是太好，不过呢这个问题也不大，我最后呢会进行修补。好，这个是我用来填缝用的 grout， 是一种 epoxy 的 grout， 树脂的 grout。这个呢是绝对防水和防染色的，非常好。不过不容易买到，很多店呢它没有卖的。瓷砖填缝，因为是在这个淋浴间，所以呢选用这种 epoxy 的 grout。这个呢它是不需要拌水的，它分成2部分，一个 Part A， 这是 Part B。这种 grout 你不能够，只要一拆封呢就得完全兑进去，你不能够用一半，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比例可能就没那么准确了。所以呢，一次就是兑那么多，如果多了呢也没有办法，那只能扔掉了，因为它很快会凝固掉，下一次也没有办法用。好，倒进去。这样放一下，待会儿再倒，先 mix 一下。
个 epoxy grout 它一个好处呢，它是完全防水的。你一般的那种沙灰的加一点乳胶的 grout 呢，它在淋浴间里面呢是效果不是太好，那个乳胶呢会被水冲刷掉，这样呢你的那个下水位置呢就显得比较脏。而这种 epoxy 呢，它就不会。大概要混个10分钟的时间，一定要混合的非常均匀，否则的话它的效果不会很好。再把它倒进来。它这个是工厂配好的料，所以，把它完全混合呢，它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。这种 grouting 呢，因为我配合的瓷砖的颜色，我选了白色，那么应该还有其他的颜色可供选择。这个就和好了，下面就可以开始做了。好，说明书上说要先把这个地稍微湿一下。我用这个小铲子一点一点的把这个 grouting 呢，把它塞到这个缝隙里面。如果你是比较小的瓷砖呢，这一步你可能要大面积的，把这个 grouting 放在瓷砖上，用这个橡胶的抹子，然后把它抹到这个缝隙里面。因为我这个瓷砖都比较大，只有6块，所以它的缝隙没那么多，所以我就采用这种方法。这样呢会节省掉一些清洁的工作。好，现在我用这个橡胶的抹子把它抹平。立刻就可以用湿的海绵进行清洁了。这种 grouting 呢，跟一般的 grouting 相比呢，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它不需要等，你上完以后呢，马上就可以把它清洁掉。如果你等的话呢，因为它非常粘稠，它的附着力非常强，如果等一段时间，等它干掉呢，你可能就清洁不了了。好，这个是最后完工的效果。由于它分了6块，直接是按照这个斜度来切割的，所以它的流水性特别好，也非常的简洁，我非常满意。好，希望您喜欢这期的小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还不错，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。如果您还没有订阅，不要忘记点红色的订阅按钮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未来很多更加精彩的视频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